可以通过手机 Bluetooth 遥控的免手扶穿戴式挤奶器 Empress 登场了。大家好，我是丽丽。刚收到新鲜热辣的 Empress， 我把开箱的过程录了下来，试用2天就快马加鞭做这个第一印象的 review。它的包装盒子就好像礼物盒子一样，打开的过程完全就好像开礼物一样的惊喜感。你看这样子打开，下面还隐藏着一个夹层，印刷物还有配件都躲在下面。首先就是挤奶器本身，是包得稳稳的。下面这层首先就是这封印刷物，里面有 warranty card 还有说明书。接下来就是它的 USB 充电器，是5W 2A 的 output 的。然后这里是它的后备 valve， 最后就是一条50cm 长的 USB Type-C cable。好，包装里的全部都让你过目了。先来仔细看看这一个机体。Empress 的设计很简洁，可是又不失华丽感。它的机体很薄，跟其他穿戴式挤奶器平放在这里，让你比较一下。跟市面上大部分的挤奶器比起来，它是比较薄的。可是跟 Super Mama Air Plus 比较起来， Empress 还是稍微厚一点点。它的机体不是滑面的，有防滑效果。它的颜色是官方把它形容为皮肤色。希望以后 Empress 会推出不同颜色的机体，配合不同肤色妈咪的需求吧。Empress 有3个 button， 最上面的加和减就是增加或者减少吸力的档位。这个最大的 button 是挤奶器的开关 button， 切换模式也是用同一个 button。机体的后面，这个要掰开来才容易让你看清楚啦。掰开来的过程，虽然说明书有教你怎样做，可是刚开始你会觉得很难掰开来的。我第一次掰开来的时候就发生了一点意外，后来我抓到窍门了。你同样用这个说明书里面教你的方法去掰开来，可是你把你的双手贴近身体，就可以控制好，不会弄到机体飞出去。这个机体的背面有一个白色的小盖子，打开来就是充电孔，是 USB Type-C 的充电孔。充电中的时候，这个开关 button 的周围会不停的闪烁红灯，充电完毕就会亮青灯。这里是挤奶杯，这个清澈透明的材质是来自瑞士的 TR55。这个凸出来的一条东西其实是挤奶杯倒奶口的盖子。它的喇叭是软喇叭，是一种叫做 liquid silicone 的材质，透明度是很高，可惜刚好在乳头范围这里的透明度却降低了。想要从旁边偷看来确认乳头的位置是看不清楚的。Empress 的其中一个卖点是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遥控，但机体上面还是有 button 来让你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去操作挤奶器。就是说你要不要通过 Bluetooth 去遥控都 OK。用 Bluetooth 连接去手机是补足挤奶器本身没有屏幕的缺点。这个是很好的事，因为你知道啦 Bluetooth 连接这回事正常起来是很好用，可是偶尔却会莫名其妙连接不上。万一真的连接不上，挤奶器还是可以用 button 操作，妈咪至少还能正常泵奶。开关 button 按着不放2秒钟就会开机。开机后，这个蓝灯会亮起，就是在 standby 中等你的指示。你要连接 Bluetooth 就要趁这个蓝灯亮起的时候连接。Empress 一共有4个模式，按这个开关 button 一下就是切换模式，你通过手机 App 来切换模式也 OK。闪烁在蓝灯的第一个模式就是最基本的刺激模式 Stimulation Mode， 这个有10个 level， 是节奏平稳又快又轻的吸法。闪烁青灯的第2个模式是 Expression Mode， 就是吸奶模式，是节奏平稳比较慢比较大力的吸法，这个也是有10个 level。 闪烁红灯的第3个模式是 Bionic Mode， 看名字意义不明，不过它就是有变频的吸奶模式，就是有快有慢。它先吸你4下，然后停一停，
然后吸2下，停一停，又吸2下，然后抖这样子越吸越大力，然后又暂停哦，继续用下去，最后就变成吸10下停一停。这样子的模式并不常见，我个人是觉得很新奇。这个 Bionic Mode 只有3个 level， 以我的奶量，我无法确认它这样子的吸法其实会不会有好的效果。如果妈咪你买来用了，请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用后感。最后一个模式是闪烁白灯的 Massage Mode， 是轻快的吸3下短1下长的节奏。现在要讲一讲它这个手机 App 了。Empress 的遥控 App 叫做 Tuya Smart， 这个 App 是有 iOS 和 Android 版本的。你可以在这个说明书找到 QR code， 你 scan 了它就会带你去安装的页面。Tuya Smart 不是 Empress 挤奶器专用的，它是那种一个 App 让你的手机变成遥控器那样，可以连接去厂家开发的各种智能家庭电器，从 CCTV 到自动宠物喂食器都有。这个 app 就是让你把手机当作遥控器，让你切换模式，让你切换那个吸力强度，让你确认那个吸力的 level， 让你确认泵了多久，还有剩下多少的 battery。说实话啦，我对这个 app 是有一点点的失望，因为我本来想象中的挤奶器遥控 app 是除了遥控挤奶器，还可以记录你的泵奶时间啦，泵了多少奶啦，或者提醒你该泵奶了这一类为哺乳妈妈专门开发的 app。可是原来是我自己想太多了，回到现实，其实这个已经很不错了，至少它能做到基本该做的事。希望他们将来推出下一代的挤奶器可以做得更好。Empress 有2个喇叭尺寸的选择，但是随着包装来的喇叭只有1个尺寸，你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尺寸。它的喇叭是可以放得下 insert。你看我这个 27mm 的喇叭是可以塞得进我的 iMoney 25mm insert， 可是你看这个让奶水喷进喇叭后流进挤奶杯的洞口，我不懂叫做什么，叫它喇叭出口好了。那奶水进去的就是入口，奶水出去的就是出口，对吗？ OK， 由于 Empress 的喇叭出口比一般挤奶器的喇叭出口靠近乳房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要放入 insert， 你是需要把 insert 剪短。我不舍得剪断我的 insert， 所以我就 add 了一个 24mm 的喇叭来试用。至于为什么这个 Empress 的喇叭出口会设计成这样子呢？那这个就要说说 Empress 的另外一个卖点了，就是它可以让妈咪在泵奶的时候斜窝 recline 45度也不会漏奶。Empress 的这个设计就是可以让喷的和滴的母乳都流进这个喇叭出口。这个是不是真的有效防止漏奶？我个人是没有办法试用来证实的，因为我从新泌乳中的奶量还没有达到可以测试这一个的程度。要是你买来用了，请在下面的留言分享一下，是不是真的可以45度泵奶不会漏。Empress 的吸力，我觉得它最轻的 level 吸的时候也能清楚感受到它的抽吸，可是我个人是不会觉得疼痛。不过要是妈咪用了觉得希望它的吸力可以再强一点，是可以拿去 Empress 的 reseller 那边做 suction 的 upgrade。要是你 upgrade 过后觉得吸力太强了，你也是可以回去把它 downgrade 去你原本的那个吸力。因为挤奶器的效果因人而异，别人用到有效的，你用未必有同样效果。他们有这个升级吸力强度的服务，就拓展了一些你可以去探索的吸力范围，说不定升级过后你可以找到对你更有效的吸力强度。这个升级服务是从2022年4月才会开始正式提供服务，据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搞定，也会有一点费用。至于 reseller 在哪里，到时候他们的官方网站会列出来。Empress 的电池量是1300 mAh，
我第一轮测试的结果是，如果每次由得它操作满25分钟就自动关机的话，是可以泵完5次完整的。Amprius 是归类于操作声音比较大的穿戴式挤奶器。现在让大家听一听它的声音。接下来演示把奶倒出来的过程，这个是没有什么难度的，你善用手指帮忙压一压软喇叭，转一转角度，让奶水流去没有东西阻挡的角度，就很容易了。把奶倒完出来后，这些是你需要拆出来清洗的部分，一共有4个需要洗的配件。因为它的喇叭跟这个连接 valve 和这层隔膜的配件合体了，取巧的减少了一个需要洗的配件数量。在这里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妈咪， Amprius 的 valve 也是有尺寸分别的。你看清楚这里有写着尺寸，然后这里长短是不一样的。虽然都可以交换插进去不同的喇叭，可是你用错了尺寸，却会影响吸力的效果，所以要注意别买错。因为这个 video 是第一印象的 review， 在这里我不去评 Amprius 的优点和缺点，我只是分享我试用2天后观察到的特点和一些可能会让你却不要买的地方。还是那句，要是妈咪目前是刚产后还在坐月子中，我建议妈咪先不要买 Amprius 或者其他任何牌子的挤奶器来用。坐月子期间先专注亲喂，这样子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哺乳难题。Amprius 的特点在于它的第一个卖点 Bluetooth 遥控操作。Amprius 跟 Yuha Eva Gen 2和 Super Mama Air Plus 同样是没有屏幕的穿戴式挤奶器，但是 Amprius 可以连接去手机，就补足了它没有屏幕的缺点，让你有一个方法查看挤奶器的使用状态。它的第二个卖点就是让你以比较舒服的45度斜卧姿势泵奶，也不会漏到满身都是。这个是以我的奶量没有办法亲身测试的东西，所以很抱歉无法帮助你们确认这个卖点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Amprius 会比市面上大部分的穿戴式挤奶器薄，没有那么突出，而且它需要清洗的配件只有4个，会比一般的穿戴式挤奶器少一个需要洗的配件。还有他们在2022年4月开始会提供吸力 upgrade 或者 downgrade 的服务，这个是目前大马市面上唯一提供这一种服务的挤奶器公司。至于可能会让你觉得买不下手的地方，就是它的操作声音是蛮大的。如果对你来说安静操作是你主要的购买条件，这一款就达不到你的要求了。它的 App 可以用，但是不完美。我没有用过其他有 Bluetooth 连接手机 App 的挤奶器啦，所以无法比较。我个人是觉得，无论是在 Bluetooth 的连接方面，还是 App 本身的功能方面，都有可以进步的空间。如果你是科技苦手，或者说你会追求完美的 Bluetooth 连接体验的话，或许你会用到有一点懊恼。然后就是它的价钱。Amprius 的价钱1粒是马币499， 2粒是马币899，不算便宜啦这个价钱，可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它会在这个价位，毕竟它有它独特的卖点。对了，我有一件事需要大家的帮忙，我现在正在录制我的网上追奶课程，我已经有一个很完整很全面的课程内容了，可是我担心会遗漏一些细节，所以我想要做一个survey，请各位妈咪帮忙提供意见，让我知道你心目中完美的追奶课程会教你一些什么东西。
如果你可以帮忙填写下面连接的 survey， 就可以帮忙许多奶量不足的妈咪有机会学习怎样有效追奶。劳烦大家，谢谢。我还有很多其他的挤奶器 review， 如果你正在选购挤奶器，可以点画面上的链接去看看。今天就到此为止，拜拜。